这个男孩绝对是反内卷的领头羊，别人认真听课，他却在睡大觉；别人埋头苦读，他却在逗大家笑。但他脑海里始终想的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成为了那种学霸。这种反差强烈到让人惊讶。多美总是去图书馆借书，她的勤奋让她成为学霸，但在读书榜上，她竟然不是第一。第一名是名叫崔雄的男孩，他很好奇崔雄到底读了多少书，他在考试中能排第几，于是崔雄成了他的竞争对手。实际上，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式，多美作为优秀学生上台领奖，她的走路方式看起来就像是去打架一样，所以崔雄对他多看了几眼。当他们目光相对时，崔雄还特意笑了笑示意友好，但多美却一点也不客气。当电视节目组找到他们时，想拍一部关于学霸和学渣的纪录片，崔雄拒绝了，因为他觉得多美难以接近，但是无奈父母的压力太大，他只好妥协，最终只能与多美成为同桌，让摄影机就摆在他们面前。他们彼此都不看好对方，多美觉得崔雄是个差生，文具还多，崔雄觉得多美太高冷，很讨厌。每次崔雄一打瞌睡，多美就会马上举手提问，他的睡意被一连串的问题打断。体育课的时候，尽管他们在同一个队，却总是像猫捉老鼠一样互相折磨，他们之间的矛盾真的很多。崔雄在课上偷看漫画，多美肯定会插嘴。崔雄觉得多美不擅长社交，多美认为崔雄一无是处。谈到10年后的期望，他们的梦想完全不同，经常互相吐槽。纪录片第1季终于拍完了，节目收获了不少粉丝，之后他们就各自生活。转眼间10年就这样过去了，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优等生，现在却在社会的打击下苦苦挣扎，因为说话太多，被上司批评浪费时间。而那个曾经的学渣，实现了自己当插画家的梦想。他小心翼翼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在网上你找不到他的真名，只有经纪人和朋友知道他的秘密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崔雄就是那个能够描绘出建筑灵魂的画家，连女明星都想出高价买他的画，还主动要求参观他的工作室。他们决定在一家咖啡店见面。10年飞逝，多美还是老样子，脾气差，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兴趣爱好，她的脑子里还是只有工作。她自己也觉得这生活无趣至极。就在那家咖啡店，崔雄在这里等人，多美来这里相亲。因为工作，多美已经放鸽子4次了。她在相亲界被称为歌王，但相亲对象还是很执着。他们约了第5次，多美在相亲时被对方挖苦了一番，感觉五味杂陈。这时偶然看到一旁的张组长在偷笑，为了自尊，他希望张组长能帮他一把，不管是相亲的事还是被拒绝的尴尬。公司里很多人觉得多美和张组长挺像的，脾气差朋友少2人一拍即合，甚至连衣服都不约而同穿成同款。除了工作，他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共同话题。一个女明星的行程突然有变，她没来咖啡店赴崔雄的约，只留下一张画了一半的餐巾纸，然后就匆匆离开。多美最近接到公司的任务，要和一位知名插画家合作，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那位插画家的地址，却意外遇到了前男友崔雄。这段恋情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们5年前已经分手，分手时非常难看，没想到几年不见，崔雄竟然变得更让人讨厌。崔雄误以为他是来送结婚请帖的，没想到他是来邀请参加作画表演，真是时运互换。看到崔雄的样子，多美不由得感叹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曾经的学渣，现在成了知名插画家，而当年的学霸还在职场苦战。多美这次来的目的是邀请崔雄参加一场现场作画表演，但崔雄拒绝参加的理由有2个，一是他不喜欢高调露面，二是因为来人是多美。多美质问他分手5年了，怎么还这么生气啊？崔雄说不就5年吗？怎么能这么洒脱呢？周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，2人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过去。多美曾经问崔雄一个问题，如果他离开了该怎么办？崔雄回答说，那就是泼水加撒盐。虽然他们交往了792天，但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那位当红女星突然的拜访，打断了他们对过去的回忆。原来他是来请崔雄帮他画画的。多美尝试交涉，但没成功，最后只能找借口离开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崔雄竟然会幼稚到底。至于泼水和撒盐，崔雄仿佛在完成他的人生清单，这样的大事竟让他忘记了那位女星的存在。他原本是想让他帮忙画他的房子，但崔雄却犹豫不决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决定推掉了节目彩排，直接去了崔雄家。当问及为何不回消息，崔雄只说是忘了。南京并不生气，似乎在他心中，崔雄已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那天经纪人告诉崔雄，多美之前邀请他的地方是一家新开的精品店，而且设计师是崔雄的偶像。当他们到达那里时，巧遇了多美和张组长。
多美本不想让组长知道崔雄的身份，但还是被机智的张组长猜出来了。他希望多美能区分公司，做不到就立刻换人，这是真让多美头疼。电梯门一开，又碰到那个让他头疼的人。电梯里的气氛，两人一开始挺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话一开又是吵架，就像高中拍纪录片的时候，表面上学霸学渣没交集，实际上可能会蹦出爱情的火花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共同好友志雄在电视台工作，看了几次以前的纪录片，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决定重拍学霸和学渣的故事。当他们再次面对镜头，感觉回到了那个夏天。现实中的钢铁直女到底是怎样的？首先得有点柔软。有同学想借多美的笔记，多美宁愿撕了笔记也不借。接着是她的强烈好胜心。交往215天那天，两人一起去喝酒，崔雄随口一提，一般女生会觉得这话挺安心，但多美听了很不高兴。为什么送的是他，不是他送崔雄？谁的酒量好还未可知。就这样，本来好好的约会，被奇怪的好胜心搞的，变成了兄弟俩疯狂地碰杯。然后是多美的固执，她一度迷上卷发，硬要崔雄也烫头。不止这些，钢铁直多美还经常挑起争端，到处都是，绝对不怂，打架的话更是赶上，完全不怕任何对手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钢铁直女，多美就是一点也不浪漫。崔雄老想拉着多美去看樱花，她总是说忙着学习，一次又一次拒绝崔雄。尽管如此，崔雄从不允许别人诋毁她，因为只有他了解多美的另一面。多美不愿借笔记给同学，却总是帮崔雄解数学难题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玩乐时间去崔雄家的餐馆帮忙。崔雄喝多了，他二话不说就背他回家。崔雄性格温和，常被师兄弟们差遣，多美不在乎那些师兄弟，直接把话说在前面，女友力满分。崔雄一个人闷气时，他会把捡来的樱花花瓣洒在崔雄头上，算是二人一起看了樱花。这样的多美，崔雄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。就在崔雄觉得最幸福的时候，多美提出分手。只有最亲近的朋友知道，崔雄分手后的日子很难熬，他像野马一样失控，故意做多美讨厌的事，把自己喝得烂醉，醉醺醺的在街上胡闹，摔跤着跑进便利店，几乎要把零食架清空。第二天就不去上课了。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多美特别讨厌喝酒闹事的人，讨厌随便买东西的人，讨厌所有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崔雄似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有一段时间彻底放弃了自我，白天研究股票，晚上疯狂健身，把自己弄得忙忙碌碌，不去想其他的，看上去既忙碌又可怜。之后他进入了一个让人担忧的闭关状态。崔雄并没有想不开，只是夜以继日画满地板的草图。他几乎用尽全力才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。重新看了10年前的纪录片，两人的心情复杂难以言表。有网友评论，这视频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青春啊，那种青涩的样子就像夏日一样。分手5年后，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，但自从上次见面后，这个世界仿佛变小了。他们偶然相遇的次数多得惊人。多美随便找车当镜子，结果那车竟是崔雄的。崔雄骑电动车摔了一跤，多美恰好从旁边经过，他们甚至还能偶然坐同一辆车，不只是在超市里偶遇，连在超市门口都能遇到。他们手里的纸袋都破了，这两个幼稚鬼就像是命中注定要一起的。崔雄以为多美是因为工作想找他合作，所以才一直围着他转，多美却漠不关心地否认了。有个画风和崔雄超像的插画家，他决定找别人帮忙，结果证明多美说话太早了，客户只想要崔雄，别的都不行。但崔雄很抠门，他不想让多美请那个冒牌货，多美也不会低声下气求他。喝了点酒之后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能打败多美的计划，露出了一副坏笑，摇摇晃晃地回家。偶然又遇到多美，他真想问问分手的真正原因，但他没开口。5年前的分手，多美表现得若无其事，该学习时就学习，该打工时就打工，可以回去了。他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痛苦，但崔雄觉得多美太容易就把他忘了，这是他最放不下的。只有朋友知道崔雄的真性情，如果崔雄要别人痛苦，他也愿意承担相同的痛苦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多美不想合作，他就主动提出合作。多美不愿意拍纪录片，他偏要和多美拍第2季。多美越反感，他越是高兴，只要能给多美添麻烦，他才能留在多美心里，感觉到自己还在这儿。与此同时，作为红得发紫的明星南靖，满脑子都是那个插画家，想请崔雄给自己画画，但对方总是说没空，每次都说会回电，结果却杳无音信。南靖对崔雄的沉默感到不解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用社交软件搜出了崔雄经纪人的名字，果不其然，在对方动态里
找到了崔雄的照片，本来想点个赞，但毕竟自己是明星，不能随便给普通人点赞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点了小红心。第二天，崔雄的经纪人查看手机发现，南京点赞的照片赞数已经飙升至17867，而崔雄满脑子都是对多美的宣战。看到那个邪恶的笑容，多美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，也无法避开了。10年后，他们的纪录片也要拍续集了。多美在参观画室时，被一幅画吸引了注意，画的是他们的高中校园。当时崔雄正聚精会神地画画，多美从旁边走过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画笔。本来完好的画稿，突然多了一条不协调的黑线。多美赶紧拿出笔帽上的橡皮，想帮他把线擦掉，但他考虑不周了，因为崔雄根本没用铅笔。这样一来，画作直接报废了。趁崔雄晚自习时睡觉，多美悄悄拿出那幅画，用修改液勉强遮掩那些难看的痕迹。他原以为这画早就丢了，没想到不但保存完好，崔雄还给画上了颜色，并且珍藏在他的画册里。他嘲笑崔雄没有风度，都是因为这幅画。崔雄因此气了好几天，我照样没理他，他也没敢对我怎样。崔雄显得有些委屈。多美明白，崔雄还在为分手的事责怪他，但他想说，分手不全是他的错。那晚他们俩都没睡好，一个觉得自己太斤斤计较，另一个觉得自己没表现得够洒脱。分手的误会还没解决，他们之间又产生了新的误会。有个叫努亚的插画家，靠着模仿崔雄的画风赚钱，结果在电视上反指崔雄抄袭。经纪人急忙联系记者，要求澄清此事。一向温和的崔雄，这次却显得有些不耐烦，让他们不要插手。多美得知后，连夜加班准备辟谣声明。上次提到抄袭这事时，他多次想帮崔雄解释，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时机。回家后一直在想发什么短信，想表达对崔雄的关心，但是一直编辑到天黑，连一句我相信你都没发出去。不像他，南晋也看到了那条抄袭新闻，直接表达了对崔雄的信任。知道多美要去参加开幕派对，宅男崔雄这次好好打扮了一番，连经纪人都认不出来。见到多美后，两人都心跳加速。派对上崔雄碰到了努亚，本想视而不见，但这次他真的受伤了。现场还有画画活动，不止崔雄一个人被邀请了。他以为多美是故意让他难堪，心都碎了。崔雄和多美的关系变得尴尬。说实话，这次多美也挺冤的，他也是刚知道是张组长邀请了崔雄的对手米娅，只是为了炒作而已。回想起来，以前明明是自己错了，崔雄还是会主动找上门，还给了他台阶下。多美终于鼓起勇气，决定亲自去向崔雄道歉。结果走了一半，发现崔雄不接电话，自尊心又作祟，又折回家了。多美公司邀请努亚的事，经纪人已经去交涉过了，但站在自己人的立场，他还是希望崔雄能参与。凭崔雄的画技，肯定能当众压倒那假努亚。为了改善自己在观众眼中的形象，崔雄特意背了个时髦的帆布包，去画廊参观画展，免得这次拍摄的特辑播出后，观众一看到，以为他整天就知道吃吃睡睡。跟经纪人一起出去吃饭时，偶然遇到多美。多美正想着怎么向崔雄解释清楚，没想到崔雄却先开了口。他为自己在派对上失言感到很抱歉，并且他已经和多美的上司谈过了，愿意与努亚插画师合作。多美有点意外，他很担心崔雄会委曲求全，还特别叮嘱了很多，但崔雄的反应很冷淡，拒绝了他的关心。至于和多美公司的合作，崔雄说会尽力去完成。关于他们两个的特技拍摄，他会全力配合。从工作角度讲，一切终于回到了正轨，但多美的心里却觉得很空。她感觉眼前的崔雄有些陌生，这种感觉像是他们又分手了一样。在爱情方面，他们俩都挺别扭的。每次见到多美，崔雄都是在强装镇定。在和张组长谈合作时，崔雄犹豫了，不知道要不要问一个私人问题，但他的想法太明显了。张组长已经猜到他想问关于多美的事。多美是个出色的人才，作为上司自然很欣赏他，但这仅仅是基于合作的立场，和私人情感无关。接着崔雄就如他所承诺的，迅速敲定了合作事宜。他决定把自己画画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，在5天内完成100小时的录影。这意味着他几乎不会有休息时间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创作，睡眠时间严重不足，吃饭也顾不上。崔雄从夜里一直忙到天亮，眼睛都快要看不见了。多美很关心崔雄的工作进度，但他不敢去打扰他，只能通过他们的共同朋友来了解崔雄的近况。在忙碌的日子里，原本计划的100小时，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。崔雄手腕酸痛，头晕目眩，连倒杯水的时间都没有。多美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带着保温杯来到崔雄家。这时崔雄已经花了95个小时，剩下的5个小时，
将在多美的公司安排下，在现场为观众展示。连续几天的通宵达旦，让他累得脸色苍白。今天晚上，他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多美递给他精心熬制的红枣枸杞汤，帮崔雄补充体力。担心崔雄会拒绝，他多次强调这是公司的安排，随后就转身离开。但崔雄却抓住了他。多美是个很节俭的人，甚至为了1瓶3块5的牛奶，会精打细算好几天。他在班上很不合群，行事风格自私又冷酷。他最擅长的就是理解别人的心情，感觉他总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其实多美不是不爱社交，只是家里条件不好，交不起那些所谓的朋友。人际关系需要给予和付出来维持，他什么都没法给，所以总是孤身一人。他尽量不去理会那些流言蜚语，这是他保护自己的方法。直到遇到了崔雄，他的内心世界终于有了突破。崔雄简直是理想中的男友，家庭条件好，父母恩爱，性格也温柔善良，包容他的一切。两人考进了同一所大学，多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，还得努力争取奖学金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但崔雄从不抱怨，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，崔雄就在旁边睡觉。他靠便利店的饭团解决饭食，崔雄会带着自己做的便当，一起分享午餐。下雨天，崔雄总是把伞斜向他这边。这是一段完美的恋情，双方深爱着对方，没有任何争吵和怀疑。只有和崔雄在一起，多美才能感到一丝轻松。但他忘了，他和崔雄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全力以赴，只是为了追求普通人的生活。可现实太残酷了，家里总有还不完的债务，现实太过艰难，让他喘不上气来。那个晚上，多美说出了分手。她害怕继续在一起，会暴露自己深藏的自卑，被崔雄看穿。分手让他们俩都很痛苦。崔雄每晚只能依靠药物才能入睡，多美变得像行尸走肉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连朋友都说她的眼神不及死鱼。在展览现场，崔雄的父母遇到了多美，热情地邀请他来家里吃饭。他们真心为这两个孩子感到难过。这段恋情的结束真的非常遗憾。画展结束时，崔雄原本想走向多美，但听说女明星也来了，他亲自来送花。媒体闻风而动，纷纷涌上前来。闪光灯下的他们显得格外耀眼。多美在远处观望，不知何时起，崔雄变得遥不可及。他们明明只隔了几米，却仿佛隔了整个银河。多美情不自禁回想昨晚的情景。崔雄那晚吃了安眠药，模糊地倒在他怀里。在多美不在的日子，崔雄已经依赖药物入睡，并习惯了梦中有多美的身影。他知道昨晚的一切不是梦，但多美故意回避，让他感到极度痛苦。多美沉重地低下了头。他们分手的原因，他的傲慢是分手的原因，傲慢到以为失去对方，自己也能活得好好的。常说进攻是最佳防守，但崔雄自认，他很早就学会了逃避，逃避似乎总能带来意外的收获。小学时，他曾把自己吊在树上，老师无奈只好取消他的朗读任务。高中时，他搞坏了爸爸的东西，结果爸爸追他跑了18条街，最终还是没追上他。到了大学，他依旧没改变逃避的习惯，不过这次换成了女朋友追着他，这样大家都累了，也就能稍微缓和一下情绪。偶尔他也想迎难而上，想成为一个言出必行的人。他决定要跑完半程马拉松，这样多美或许会同意正式和他交往。他特意请了兄弟志雄做陪跑教练，但第二天志雄就被他给放弃了。就像他的马拉松计划一样，他拍的纪录片可能也要夭折了。为此，公司特地安排了新策划来帮助志雄完成拍摄。这位新策划虽然不知道崔雄和多美曾经恋爱的事，但他立刻察觉到他们之间有种不言而喻的暧昧，这绝对是个新的看点。他先安排了一场派对，想让这两人碰面。结果崔雄和多美一听消息，就各自找理由逃了。他们都没什么朋友，结果都躲进了图书馆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崔雄尴尬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嗨，我现在要去买把枪。”真的是因为手头紧。对于崔雄，逃跑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，这意味着如果有更好的办法，他不会选择逃跑。所以他主动化解了尴尬气氛，请多美来家里吃饭。这是他们分手后多美第一次来到他家的餐馆。崔雄的父母真心希望他们能和好，表现得特别热情。但当崔雄提起昨晚的事，多美忙不迭地岔开话题，找借口溜了。崔雄感到万分心碎，他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多美说的话他总是照做，一点余地都没有，这让多美感到非常内疚。一直以来他都觉得逃跑是懦夫的行为，但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懦弱的人。他决定好好向崔雄道歉，却意外的看到崔雄和一位女星在一起。至少在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完全多余。那位女星很喜欢崔雄，但崔雄反应太迟钝了，因为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画画和多美上了。节目组也想推动他们的关系，
于是又出了一个高招，让崔雄和多美在偏僻的地方拍摄3天2夜，试图让爱情的火花迸发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崔雄突然被熟人绑架了，车开进了偏僻的深山中。想要自己回家的话，得走上好几天才行。一个是感性的学渣，一个是理性的学霸，这2个风格迥异的人，真的能在一起吗？学渣崔雄和学霸多美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一场既短暂又深刻的旅行。那是在他们刚刚吵过架之后，正面临6个月的海外学习机会。崔雄正闷闷不乐地打包行李，多美突然来找他，带他去了一场临时决定的旅行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让崔雄放松一下，但崔雄始终无法开心起来。他永远猜不透多美在想什么，现在的平静可能只是风暴前的宁静，这次旅行可能就是他们的分手之旅。崔雄的所有不满在多美看来都像是过耳风，因为这是多美的首次旅行，她缺乏经验，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崔雄被多美拉着到处打卡，一整天都在不安中度过。他害怕多美突然提出分手，直到多美感叹可惜，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。当年的旅行约定在这次深山的突击拍摄中实现了，这里环境优美，是个理想的度假胜地。多美终于可以放下工作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她和崔雄作为拍摄的主角，只需展现最自然的一面，不需要做任何事。崔雄打算去山上画画，但这一次他的朋友志雄不想跟他去。志雄借职务之便主动接手了多美的拍摄工作，这样一来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和女生在一起。他们骑自行车游遍了整个村子，村里的人热情建议志雄带着女朋友去后山看日落。志雄害羞地回答，心里高兴极了。崔雄对此很介意，多美和志雄单独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多美也不喜欢崔雄和女明星过于亲密，甚至连吃饭时都要视频通话。他们恋爱时就是这样吵架和相互回避，最终走到了现在这一步。但他们仍然放不下，因为过去的记忆太深刻，两人深夜难以入睡。第2天拍摄的时候，朋友们都很细心，忙着各自的事情，没有去叫醒他们。多美醒来后发现房间里没人，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崔雄的房间，看到崔雄皱着眉头，习惯性地帮他抚平眉头。崔雄轻轻拉住了他的手，不清楚他是否已经醒来。拍摄那天，2位主角显然心神不宁。昨天热情的大婶再次见到志雄，主动上前打招呼。大婶一脸遗憾，说今天天气不适合拍摄，快要下雨了。这时候多美已经到了大婶推荐的那个山顶，跟他一起的女摄影师去拿电池了。他一个人在那儿等，果然天开始下雨了。他不由得想起他和崔雄确定关系的那天，那天也是下着大雨。就在这时候，远处隐约出现一个人影，崔雄打着伞走到了他面前，伞完全遮住了他的头顶。其实在见到多美的那一瞬间，他就知道了，他们注定还会再有交集。多美想和崔雄复合，他鼓足勇气去找崔雄要个答案。崔雄考虑了几天，最后决定不复合。崔雄没喝酒也没吃药，他说这话的时候头脑特别清楚。多美得到了一个不愿听到的答案，但他还是好奇，崔雄真的能把他当朋友吗？他直接躺在沙发上，顺便让崔雄给他拿床被子。崔雄没办法，只能照做。熬了一整夜后，他情不自禁地走到客厅，想看看多美起床没。棉被叠得整整齐齐，看来人已经走了。崔雄感觉有点失落。就在这时候，浴室门突然被打开了，用崔雄的杯子吃他的麦片，看起来不是来吵架的，倒像是搬来同居了。崔雄睡醒之后发现多美还在，把冰箱里的小菜都搬空了，穿着他们曾经的情侣衣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多美一直提朋友这个词，还以朋友的名义说要在这里待一整天。崔雄又一次哽咽了，他口上说希望多美快点走，但当经纪人来电说要安排下午的采访，他又假装生病想推掉采访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多美面前。2人就在家里玩游戏。多美看到女明星又打电话来，心里有点酸，她很想知道崔雄和那女明星怎么回事，问他们是不是在暧昧。崔雄没想到多美会问这种问题，我听过你说过。我都不信，你又咋了？我听过你说过。不止这些，崔雄还想问多美什么时候和他好兄弟志雄那么熟了。他们还没说完，女明星又打来电话，这次崔雄故意走开接电话。多美感觉有些失落，但他和崔雄已经是分手状态了，他是第一个提出分手的，所以他似乎没资格吃醋。你有听过这个恋爱定律吗？通常是先提出分手的人往往会感到后悔，明明是他先说分手的，但多美还是觉得后悔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还深爱着崔雄，他做不到只把崔雄当作朋友，而崔雄似乎可以轻松做到。多美真的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。他以朋友的身份在崔雄家里待了1天，无意中看到了崔雄手机上的一条短信，
短信是他的经纪人发的，说今天的计划改到下周了。原来崔雄并不是没事做，但他还是陪多美玩了一整天。多美搞不懂崔雄到底怎么想的。崔雄以前总是等着他出现，然后对他冷言冷语，试图把他推开。后来又开始拍纪录片，对他发脾气，避开他折磨他。突然之间又吻了他，现在又说要做朋友。他真想知道崔雄真正的想法，但崔雄就是不肯说实话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多美决定回家，正好志雄也来这里借宿，3个人的关系变得尴尬，情况就变得更加尴尬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，就像是一场禁锢的游戏。多美试图通过做朋友来了解崔雄，当他离开时，崔雄一再提醒他别坐错公交，还特意亮了院子里所有的灯，来帮他点亮前路。发现掉了钱包，还特地送回来。看到崔雄站在门口的那一刻，多美不禁回忆起两人一起度过的那些青涩而甜蜜的高中日子。她能察觉到崔雄身上的万千细节，不由自主地再次陷入。奶奶听到门外声音，嘶哑着嗓子叫他们进屋吃饭。想到分手后孙女伤心了那么多天，老人心里火冒三丈，整顿饭桌上都在埋怨崔雄。崔雄吓得一动不敢动。崔雄离开后，多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，知道失恋的日子有多难，所以对崔雄充满了内疚。他们经历了无数次打打闹闹，分分合合，但最终的分手是他提出的。两人的故事还在继续拍摄，女明星不请自来，以朋友的身份加入拍摄。崔雄原是女明星的粉丝，女明星看过崔雄的画展之后，被那些灵动的建筑深深打动，于是主动和崔雄结交，买下了崔雄的画。起初只是想交个朋友，但随着时间的接触，被崔雄那颗纯真有趣的灵魂深深吸引。崔雄的安慰总是恰到好处，他们的每次交流都那么和谐美好。女明星确信崔雄是她的灵魂伴侣，是她的避风港。一般来说，男人们通常很难抵抗女明星的魅力。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便主动出击，邀请崔雄上楼喝茶。但崔雄说他性格比较慢热，郑重地拒绝了。女明星也承认，单恋也有它的美好，崔雄的慢热也是他的一种魅力。两人被偷拍到一起去西餐厅的照片，女明星和崔雄的恋爱绯闻很快传开，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前任竟和一明星产生了绯闻。多美打开电脑一看，满屏都是前任和女明星的合照，无论走到哪条街都能见到女明星那张美丽的脸，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在讨论这段绯闻。多美假装看不见，视而不见，感觉整天都在被这件事追逐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。路过地摊时，她买了2大袋红枣，想要送给崔雄，但袋子质量太差，红枣洒了一地。听到门铃声，她以为崔雄回来了，但来访的却是那位女明星。她虽然没问，但女明星似乎知道她想问什么。女明星没有直接承认恋情，也没否认过暧昧，她是个很主动的人，无论对什么感兴趣，都会去努力争取。多美把弄脏的红枣拿出去晒，想到那个女明星的话，就觉得莫名其妙的生气。在回家路上，崔雄发现地上有很多红枣，家门口和地板上都是。门铃一响，他还挺期待的，以为是多美来了，结果来的是好哥们志雄。他提到聚餐时被前辈批了，说他拍的片子太带个人情感，连旁观者都看出他喜欢多美。崔雄心里明白这点，但他从不提起，也不会表现出来。如果志雄能放下个人情感，从主角的视角去看，就能发现多美身上的无数细节。他看崔雄的时候，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变温柔。喜欢一个人怎么能藏得住？嘴上不说，眼神却藏不住。第二天也是纪录片的拍摄的最后一天，崔雄又一次逃离了。在街上闲逛时偶遇多美的奶奶，还坚持要帮奶奶提菜。多美家的院子里晒着很多红枣，奶奶说都是用来煮红枣茶的，但家里几乎没怎么喝，也不知道给了谁。崔雄一时无话可说，他突然感受到了被爱。画展前一天，多美拿着一桶红枣茶，有点尴尬地给了他。自从知道是多美，奶奶就主动提出和崔雄分手，他心里非常自责，因为家里太穷，只能祖孙2个相互依靠。奶奶只好叫多美要自私点，脾气也变得臭一点。如果这样伤害了崔雄，他希望崔雄别对多美生气。崔雄从来不觉得多美像奶奶说的那么差，他觉得多美非常好，既优秀又温柔善良。有一天，多美经过一家餐馆，看到崔雄在里面喝闷酒，然后两人坐在一起喝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的沉默，多美先开了口，她说她做不到像崔雄说的那样只做朋友，她不想也做不到。但崔雄没接她的话，这话她重复了3遍，直到今天她才明白，自己总是对多美发脾气的原因。她无法接受他们之间有距离，也不想看到多美不爱她的样子。他们简直是天生一对，一个是学霸，
一个是学渣，学渣觉得学霸像蛇精病，觉得学霸的生活太累，学霸觉得学渣啥都不行，每天只会大睡特睡。谈到理想型，他们说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两人经常对立如剑拔弩张，一提到对方就气得咬牙。对于未来10年的展望，他们这么说缘分真是奇妙，他们就是一对欢喜冤家，没多久就彻底爱上了对方。大学期间，导师建议崔雄去国外留学，但崔雄不想去，除非多美能一同前往。他做了充足的准备，甚至规划了他们的未来。关键时刻，多美突然宣布分手，恋爱5年，分手5年。如今纪录片拍了续集，在最后的镜头里，两人相视微笑，非常甜蜜。他们又重新在一起了。崔雄一直害怕被抛弃，5、6岁的时候，亲生父亲将他遗弃在街头，从此再没出现过。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，后来被养父母领养，像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。崔雄很幸运，他遇到了爱他的父母。和多美和好以后，多美总是心不在焉地等待崔雄的电话。上班出门时，发现崔雄一直在门外等着，他想再确认一下，现在这算不算复合？崔雄哑口无言，他觉得已经很确定了。多美邀他周末一起吃饭，崔雄虽然答应了，但似乎有些勉强。多美陪客户时，崔雄一直在附近徘徊，原来他觉得周末太迟，不如现在就见面。看着喜欢的人手里拿着热狗，嘴里叼着烤板栗，在江边等。多美终于感受到了复合的真实感，两人重燃旧情。女明星失恋了，她的初恋以失败告终，悲伤得很。志雄能理解这种感受，谈起暗恋总是很伤感。如果志雄的单恋有终点，那也不会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友谊。崔雄一直想开个画展，从深夜一直开到凌晨。凭借想象，感觉多美一直在他身边。